欢迎来到罗伯的空中哲学频道。今天我们要借此文，让孔子跨越时空，来帮忙我们解决今日社会的人生难题。说到人生难题，孔子真的是个好帮手哎。我最近常常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就是在工作跟生活里呢，常常觉得被两种力量拉扯。哦，怎么说？一方面，公司有 KPI，社会有期待，有很多很具体的规则要遵循嘛。但另一方面，我们心里又有一把尺，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事情。当这两者冲突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很矛盾、很纠结。我完全理解你说的这种拉扯感，这几乎是每个现代人的日常。而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这份文本，标题是《人本伦理观：动态伦理》。它恰好就提供了一套来自2000多年前的非常精妙的作业系统，来处理这种内在的矛盾。说到儒家，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恐怕就是那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没错，坦白说，我以前听到这句话，脑中浮现的也是一套很僵化、过时、充满阶级压迫的社会框架。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刻板印象。但这份文本最颠覆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这句话的核心精神恰恰是动态的，而且充满弹性。哦，文本的摘要很特别，是一首诗，标题是“仁者，君臣，父子”，它就像一把钥匙，能帮我们打开这扇门。好，那我们就从这首诗开始，来把这个观点一层一层拆开来看。诗的一开头就直接点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的痛点。现代礼者，积心慢意，广博荡扬，人而不仁，如礼何？还有今日乐者，恭精器巧，便利辉煌，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段话问得非常尖锐，它等于是在说，我们现在的制度，也就是礼，和科技，也就是乐，都这么发达，但如果失去了人这个核心，也就是失去了人跟人之间那种真诚的关怀和温度。对，那这一切的繁华究竟还剩下什么意义？这是直击灵魂的提问，而诗的后半段就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回答何可为人这个问题。但他给了这些角色全新的生命。怎么说？给人希望者，即是君；给人方便者，就是臣；给人信心者，即是父；然后给人欢喜者，就是子。这个解释就真的很有趣了啦。所以君臣父子在这里完全不是指血缘或职位。对，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角色。我想到一个具体的场景，比如一个专案团队卡关了，大家都很沮丧。这时候，一个平常很安静的年轻同事突然提出一个虽然不成熟，但非常有创意的点子，瞬间点燃了大家的希望。在那一刻，他就是那个给人希望的君。没错，然后团队的资深经理看到这个点子，没有否定他，反而说这个想法不错，我来帮你对接资源，安排测试。他出手相助，给人方便，那一刻他就是臣。我接着说，这位年轻同事可能对自己的湘潭没什么自信，这时候他的直属主管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怕，你这个方向还有潜力，放手去做，我支持你。”给予他信心。对。这时，主管就扮演了父的角色。最后，这位年轻同事因为得到大家的帮助和鼓励，非常感激，很努力学习，积极配合，让整个团队的氛围变得非常融洽，充满正能量。他让大家感到欢喜，他就是子。哇！你看，在一件任务里，这4种角色不断流动，人人都可以扮演。这才是真正的动态。这套动态角色的想法很棒，但听起来也很理想化。要在现实中实践，它背后是不是有更底层的一套操作系统在支撑？问到重点了。这份文本指出，这套系统的底层逻辑就是儒释道3家都通用的体用一儒概念。体用一儒，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的比喻来理解。你可以把体想象成一间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内在的根本的理想性的东西，像是儒家说的内圣。对，而用就是这间公司的营运策略和具体产品，它是外在的、实践的、现实性的，像是外王。这个比喻我懂了。
一间公司如果只有崇高的企业文化，也就是体，却没有实际的产品和运营方法，也就是用，那它就是空谈，活不下去。没错，反过来，如果它只顾着赚钱，也就是用，却丧失了核心价值体，那它可能一时很成功，但走不远，甚至会出大问题。完全正确。体用一如就是强调健康理想的状态是这两者的完美结合，互为表里。而为了在个人生活中达到这种体与用的动态平衡，文本提出了3个非常关键的调节机制：那3个，中心化、去中心化与去吊诡化。它们就像一个陀螺仪，帮助我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不断校准，保持动态的稳定。好的，那这个陀螺仪的第一个机制中心化，听起来很像管理学术语，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中心化就像是放风筝的那条线，你的理想、你的内在价值，也就是体，就是那只在高空飞翔的风筝。但如果没有那条紧紧拉住、连接土地的线，也就是用，风筝很快就会失控飞走。所以，中心化就是当我们太偏向空谈、太理想化时，用具体的行动和现实来拉住自己，让自己脚踏实地。也就是说，梦想再大，还是要先从眼前的事做起。是的，文本引用孔子的话：“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还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都是在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先做再说，用行动来证明你的价值，这就是最基本的中心化。文本有个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的例子，我一开始看不太懂。孔子是当时最顶尖的理学专家，进到太庙怎么会什么都要问？但你用中心化一解释，我就通了。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猜这在现代职场可能有点难想象。如果一个很资深的专家在会议上一直问一些基础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在考验大家，甚至有点虚伪。这是一个很棒的提问，也点出了中心化的深层智慧。孔子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他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当下他是宾客，而庙里的人是主人。他的每事问是一种行动上的尊重。他透过这个行为，把自己和主持仪式的人都中心化在最恰当的角色和位置上，让主人有发挥的空间，也让整个仪式更加庄重和谐。这不是虚伪，而是对事理脉络的深刻洞察。所以中心化也包含了名实相符的意思，言行、能力、角色都要跟当下的情境相配合，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没错，就像文本提到的，子贡自视甚高，说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吾以欲无家诸人。孔子直接点出非尔所及也，这是高估了自己。而冉求说自己力不足，孔子却说他是在画地自限，这是低估了自己。这两种都是偏离了中心的状态。说得很好，这就是中心化的功夫，时时刻刻觉察自己，让自己的言行与现实状况相称。好的，中心化是把我们拉回现实、脚踏实地的力量。但我马上就想到反面的情况，如果我们太过现实，每天只盯着业绩、薪水、升迁，完全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整个人被用给吞噬了。对，那不就是现代人常说的职业倦怠或意义感丧失吗？这就完美地带出了第2个调节机制——去中心化。当我们过度执着于事功、物质、外在形式，像你说的被 KPI 绑架时，去中心化就是一股强大的拉力，把我们拉回到内在的核心价值与精神，也就是体，让我们重新校准方向。这里的关键是不是《论语》里那句“我欲人，斯人至矣”？没错，这句话就是去中心化的核心密码。它告诉我们，人这个最终的价值和意义感，源头在我们自己内心，是向内求，而不是向外争来的。所以说，为人由己，关键在克己，是自己的事。是的，当你觉得迷失时，答案不在下一个升迁或更高的薪水，而在于回归内心。这也呼应了开头那首诗问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我们内心失去了仁这个体，那么我们拼命追求的那些外在辉煌，也就是用，再辉煌再完美，
最终也只是空壳。正是如此，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为了守护内在最核心的价值，是可以放下一切外在的东西，包括生命。文本引用的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是在说这个。不过话说回来，从现代价值观来看，杀身成仁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极端耶，好像在鼓励人为了某个抽象的理念去牺牲生命。这套伦理观会不会有点不近人情？你的质疑非常重要，我们确实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孔子不是在鼓励狂热，这句话其实是在做一个思想实验，他要阐明的是体与用的终极关系。生命可以说是我们所拥有最根本的用，对不对？对，孔子是说，在万不得已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内在最核心的价值体，其重要性甚至可以超越生命这个最大的用。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原则的体现更多是像，你会为了保住一份工作而出卖自己的良心吗？你会为了赚更多钱而放弃你的原则吗？在这些时刻，选择坚持原则，就是一种微型的杀身成仁，一种深刻的去中心化。我明白了，所以我们有了中心化这股向外的脚踏实地的力量，也有了去中心化这股向内的回归核心的拉力。我在日常生活中就常常感受到这两股力量在打架。一方面想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符合理想，这就是去中心化嘛。但另一方面，现实的资源和时间又有限，必须妥协，这就是中心化。这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就是所谓的吊诡吧。要怎么在这种吊诡中生活，而不会精神分裂呢？这就是第三个，也是最高阶的调节机制——去吊诡化。去吊诡化这个词的重点在于，它不是要消灭吊诡，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被消灭的，它们是生命的一部分。相反地，去吊诡化是要我们去利用这种矛盾的张力来反省，来提升，最终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找到一种整合与圆融。听起来这才是真正成长的关键。那具体要怎么做呢？文本指出，孔子的核心心法是无义、无弊、无故、无我。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以自我为中心。保持这样开放而谦虚的心态，你才能在矛盾的当下不被情绪绑架，而是能跳出来，看到事情的全貌。文本里管仲的例子，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从当时的标准来看，管仲没有为他的旧主人殉死，反而去辅佐旧主人的敌人，这在道德上是巨大的瑕疵，几乎可以说是不忠的叛徒。是的，如果只用单一的僵化的忠诚标准，也就是一种中心化的规则来看，管仲是绝对有问题的，这就是吊诡之所在。但孔子却反而称赞他如其人，如其人，这是为什么？因为孔子看到了更大的画面，他没有停留在管仲是否为旧主殉死这个点上，而是看到了管仲后来的功业。没错，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他不靠战争就联合了诸侯，让天下百姓免于战乱。这就是一次完美的去吊诡化操作。孔子把管仲在忠这个具体行为用上面的亏缺和他达成的仁，也就是让天下和平这个根本价值体放在一起衡量。他发现管仲虽然在一个点上不忠，却在一个面上成就了更大的仁。他跳脱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从一个更宏观、更慈悲的因果脉络去理解一个人的生命。这让我想起我年轻时，曾经因为一位同事犯了个小错，流程没走完就先把案子推出去了。我当时对他评价很低，觉得他这人做事不牢靠。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是为了抢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前，保护整个团队几个月的心血不被另一个部门抢功，才选择走了捷径。哇！我当时只看到了他违反规则的不忠，却没看到他保护团队的人。这就是一个小型的去吊诡化过程，让我学会不要太快下判断。你这个例子非常好，完全体现了去吊诡化的精神。
它不是要你没有是非，而是要你有更高层次的是非观。所以今天跟着这份文本的思路走下来，我们等于是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古语，从一个看似僵化的社会框架，重新理解成一套人人皆可扮演、随时变换的动态角色系统。没错，而驱动这套系统运作的，就是中心化的向外实践与去中心化的向内回归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当这两股力量产生冲突，让我们感到矛盾和吊诡的时候，恰恰就是我们需要动用智慧进行去吊诡化的时刻。这么听起来，儒家伦理的重点根本不在于你遵守了多少条外在的规定，对，而是在于你是否时时刻刻在进行这种内在的觉察、反省与整合。这就是它最深刻的地方。它不是一本静态的规则手册，而是一套动态的修养心法，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最适切的行动。文本最后提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想留给你思考。孔子说：“为上之与下愚不移。”意思是，只有智慧最高和最愚笨的人是不会改变的。文本的诠释是，这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内在的吊诡性。是的，智慧最高的人或许已经圆融了所有矛盾，而最愚笨的人根本就觉察不到矛盾的存在。他们活在一个非黑即白、绝对的是非世界里。这或许在提示我们，当你在工作或生活中感觉到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内心充满矛盾与困惑时，其实完全不必沮丧。那份挥之不去的吊诡性，那个让你辗转反侧的纠结，恰恰证明了你不是下愚，它证明了你正在进行深刻的伦理思考，你拥有成长的潜能。所以，或许你可以想想看，此刻你生活中的哪个吊诡正在促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本文对您有助益，有所启发。眼袋里这即兴漫流，广播荡漾，人而不冷，如离合，听愉悦着共进起跳，便利辉煌，人而不忍，如月河。何可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叠加上道，何以索然？事事权利，历历仗势，势力何常？给人希望者，即是君你北辰的风，证明成长。君君者，就是你，开天辟地，创世业，舍我其谁与陆君者。给人方便者，就是臣，君如为善，至今同感。臣臣者，即是你，依山倒海，离人天，顺水推潮，逐客浪漫。给人信心者，即是父，循循善诱，前后相伴。夫妇者，就是你，这人典范流世间，点一盏灯，天地盎然。给人欢喜者，就是子，顺之好学，不以为散。子子者，即是你，
洒扫进退文大学，中心导航加过界岸。群战父子，风雨雷电交替悠长，手持纸瓶，清月原来圆满无妨。